罪臣古云年，叩见吾皇。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古云年给太后请安，祝太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古云年，张坚指认你当年收到密信，诛杀了帝家军，你可知道？放心，哀家会救你一命。当年你替哀家做的事，哀家记得。还不快说实话！亡我此前这般信任你，你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！是。罪臣当年的确收到一封信，让臣截杀帝家军。只是时至今日，臣仍不知信是谁写的，而信也按照信中指示被我烧了。你不知道是谁写的？不知道是谁写的，你就按照上面的吩咐去做了。古云年，你当时已经是执掌一方的将领，你会犯这样的错？任安乐，不知道便是不知道，实是我古云年一人所为。明面上是伏击北秦人，实则是诛杀帝家军。这样欺上瞒下的事情，你不知道是谁指使的，你就这么去做了，甚至还把证据给烧了。你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过，多少年后还会有人来翻这个案子？够了！皇帝和太子都没有说话，轮得到你来审他？我这不是正在替陛下和殿下分忧吗？陛下，任大人的话不无道理。古云年，你犯下如此重罪，不是一句不知便能蒙混过关的。没错，当时能够指使古云年的人，按照他的地位寥寥无几。今日要是这件事情说不清楚，你就别想走出这座大殿。陛下，如今信已不在，就全当是老夫的过错。但是老夫此生无愧于陛下。无愧于陛下？科考舞弊，江南水患，钟家灭门，再到皇宫行刺，这桩桩件件事情，哪一件是无愧于陛下的？陛下，我任安乐读书不多，你们竟然会觉得这是忠君爱国之举？老夫一时护犊心切，做了些亲亲相隐的错事，但小节有损，大节从未有亏。
古余年，你错诛帝家军，还这般冠冕堂皇，难不成你想赖在天子头上？任安乐，休要胡言！古余年，事到如今，不论帝家之事，你所为恶行早已该当死罪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，是想株连九族，拖妻儿下水吗？还不快说实话！陛下，10年前的旧案，老夫记不清了。既然张坚说有信，那便有信；太后说无信，那便无信。老夫追随陛下一生，性子陛下想必也是清楚的。我是自恃功高，乃至骄横枉法，但皇宫刺杀，并非老夫所为，只是军心既急，百口莫辩。时至今日，老夫所言已无人相信。今日之忠义侯，亦如当年景安侯。报应啊！也罢，养奸育善，杀奸立威。老夫既是个奸臣，那就最后祝陛下一次，罪臣先走一步。古一年，陛下，太后，古云年一族。古云年已死，当年有无密信已经无从考证，帝家旧案俨然成了一桩无头悬案。既然如此，此案就交给三司会审吧。来人，将这2个人押下去。今日是哀家的寿宴，也是太子妃的册封仪式，希望诸位不要受刚才的事情所打扰。帝承恩，上来吧。陛下，太后，承恩根本不认识钟海这个人，更不知道他所说的一切。承恩只知道，帝家有愧于大晋。今日太后寿宴，竟又因帝家之罪侵扰，请太后恕罪。
帝室承恩，承效忠君，其情可表。朕明白你的心意。从今往后，帝承恩不再是叛臣之女，而是我大晋的太子妃。谢主隆恩。慢着，帝承恩没有资格替帝家认罪。至于太子妃一位，帝承恩恐难胜任，望陛下可以收回旨意。然了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帝家孤女，怎么没有资格替帝家请罪？陛下，太后，承恩已经承认罪行，帝家是不会否认之前犯下的滔天罪孽的。帝家无罪，我都已经认罪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帝家无罪。然了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说，帝承恩没有资格替帝家认罪，能替帝家人说事的，唯有我帝子元一人。帝子元？你说你是帝子元？任安乐，你疯了！我才是帝子元，你不过是一个靖南的女水匪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说你是帝子元，你有何证据？依哀家看，你不过是对太子妃位不死心，妄图搅乱朝政。好，你说你是帝子元。帝子元幼年时在宫里玩耍，左肩上受伤，留下了一道疤。如果你是帝子元，可敢一验？有何不敢？孙嬷嬷，阿宁，你去瞧一瞧，给哀家瞧仔细了。是。子元，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我相信你。启禀陛下太后，任大人左肩处是有一道伤疤。荒唐！仅凭一道疤痕，就能断定你是帝子元？我还有一个人证。何人？太子殿下，我是帝子元吗？如果没人相信你是帝子元，那么申冤一说便无从开始了。
我有人证，但就怕他不能遂你的心愿。只要让他知道，当年之事确实是陷害忠良，韩烨一定会站在我这边。公正道义和天下大安，你觉得在韩烨眼里哪个更重要？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韩烨？天下大安如若是他的理想，那公正道义便是他的秉性。天下大安如果是建立在失去公正道义的基础上，届时韩烨是不会答应的。殿下，世间满目不平，安乐如何安乐？陛下，任安乐确是弟子缘。朕相信太子的话，朕姑且认为你确实就是弟子缘。陛下，不过，如果你是弟子缘，他又是谁10年前，陛下下旨将我送去永宁寺，我与他互调了身份，他代替我去了岱山，而我几经辗转，落草为寇，成为了安乐寨的靖南水匪任安乐。所以说，3万水师求嫁太子，并非是真心婚嫁。原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谋局啊！靖南水匪任安乐，确实是为了求嫁大靖太子而来，但如今站在这个朝堂上的弟子缘，是为了帝家申冤而来。然了，并不是因为你是弟子缘，你的话就更有说服力。还请太后将我送与您的寿礼拿出来与众人一观。赵福，请太子殿下打开卷轴。帝家军虎骑营先锋张少成，年28岁，卒于青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千夫长赵洪海，年32岁，卒于青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百夫长孙兆芳，年35岁，卒于青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将士王宏宇，年25岁，卒于青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将士刘宇芳，年27岁，卒于青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将士孙宇成，年23岁，卒于青南山。子元，我怕此次只有你我几人，难以撼动帝家的旧案。不只是我们，是有8万人。这8万人一直都与我们在一起。陛下，忠臣之冤，将士之愤，还望陛下可以给帝家一个清白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
年已死，不管他是故意屠杀帝家军，还是无意，都已经无法做出判断。但是，有一件事情却很清楚：当年帝家军无令出行，铁证如山。纵使你是弟子元，也不能空口无凭，只是喊冤。顾余年是已死，他是否杀害忠良，是否受到密信，也无从查证。但是陛下当年确实给家父寄过一封亲笔书信。哼，那年朕根本就没有给帝永宁写过任何信。此事涉及家父清白，臣不会妄言。当年陛下给荆南发来一封密信，要家父出兵西北。顾余年抄帝家满门之时，收走了所有的兵符，但却没有找到那封密信。那是因为家父将那封密信交予了我。现如今，那封密信就在这大殿之上。在哪儿？太子殿下，请将那把折扇交予我。你为何要把这折扇送给我？因为太子殿下身边最安全。这世间最难伪造的，便是陛下的谕旨。这封信不是朕写的。右相，你乃两朝元老，又曾为帝师，陛下的笔迹，你应该最为清楚。老臣当然认得。那您看看，这是否是陛下的字迹？事关8万忠良之事，请右相据实相告。说。陛下，密信之上谕令晋南8万帝家军，接信之日起发军西北，上面印有陛下的玉玺。至于笔迹，乃陛下亲笔。这封信不是朕写的，但右相已经证实，这确实是陛下的亲笔。笑话！朕是天子，你要朕自证清白吗？陛下，右相，连你也不相信朕？倘若事情真是如此，还望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。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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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了！反了！还请陛下给帝家一个清白，给天下一个公道！你们想造反吗？请陛下给天下一个说法。太子
也不相信朕吗？臣相信证据。信不是陛下写的。可我担心，缺了那个最重要的人证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指认幕后真凶。韩仲远代表了整个韩氏皇室，只要我尽得人心，逼他低头，一切都可迎刃而解。这也是我敢于站在殿前的底气。至于安宁，虽然我不想拉她入局，但是在人心面前，她应会有自己的担当。信不是陛下写的，是太后。安宁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执政的可是你的亲祖母，大秦的皇太后。安宁啊，安宁，哀家不知何时养出你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的孙女，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毁我清誉！陛下，陛下，既然安宁公主说此事背后与太后有关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听听安宁公主说些什么？听什么听？安宁，你糊涂了。来人！安宁公主身体抱恙，扶她回宫。慢着，住口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陛下抄帝家满门的那一夜，我去了静心堂。那晚，我本是去找皇祖母替帝家求情，却不料撞见了皇祖母的隐秘。靖安侯如何了？已经自尽了。死了也好，免得日后知道了帝家大厦倾颓，到时候生不如死。只是什么？陛下虽赐死了帝家满族，但是却饶了帝子元一命。罢了，一个孤女，留着她这条命，好堵住谏言之口。过个2年，赐她暴毙便是。还是太后您计谋巧妙，否则就算奴才偷来了玉玺，将伪造的陛下手谕传往靖南，那靖安侯也未必相信那是陛下的密旨，将帝家8万大军调往西北。对了，告诉古云年，一定要找到那封密旨，毁了它。后来梁喜自缢，静心堂的管事太监也不见踪影。陛下，安宁有罪。安宁10年前便知晓真相，却未能如实道明，致使帝家满门和8万将士含冤10载。安宁愧为大晋公主，恳请陛下责罚。你那时候还小，或许是记错了。陛下，此事的确是安宁的一面之词，单凭此事，不足以问罪于太后。但刚才右相也说了，这封信的确是陛下所书。就算是林默，
这世上有几人能做到？陛下，您忘了吗？在微臣之前，陛下的启蒙之师正是太后。韦坚，这封信确实是哀家写的。这件事是哀家做错了，那又如何？帝家拥兵自重，功高震主，哀家如鲠在喉。皇帝念着与帝永宁的情分，不愿动手。为了天下的安危，这件事就由哀家来做。谁若有胆，就押哀家去宗正寺受审。哀家等着他。陛下，老臣恳请陛下还百姓一个清白，以昭日月，以正我大晋国法。臣等扶起圣明清察，严训正修，以昭国法。臣等扶起圣明清察，严训正修，以昭国法。帝家军将士不计生死，前赴后继，只为给百姓打出一个和平盛世，却只因太后一句“拥兵自重”，便死了个干干净净。陛下，我不要抚恤，不要恩赏，我只要陛下还帝家一个清白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请陛下还帝家一个清白。请陛下还帝家一个公道，还8万将士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请还帝家一个公道，还8万将士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请还帝家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请还帝家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朕是大晋的天子，定会整顿朝纲，发布阿规。朕不会替太后辩驳，但是朕虽为国君，亦为人子，生养之恩，又如何轻忘？陛下，圣人曾说：“以孝治天下，是为推其爱敬之心，以爱敬万民。因为民为邦本，本固方得邦宁。”臣再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为万民计，为天下计，为千秋万代计。请陛下为万民计，为天下计，为千秋万代计。也罢，朕自罚3日于太庙之内，3日之后，朕会给帝家
会给众卿，会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朕再问你一句：从今往后，你是何身份？世间本无人安乐，从此只有弟子缘。好。从今日起，大晋朝堂只有弟子缘，再无人安乐。你终究还是变回了弟子缘。多谢太子殿下方才为我证明身份。我不是为你，我是为了天下公道。我既知你是弟子缘，断不会试图掩盖。你是不是也知我性情如此，所以从不介意在我面前露出马脚？太子殿下生性纯良，为人正直，断然不会在如此大的事情上面撒谎。子渊，我问你，如今这一切是你想要的吗？是。我苦心谋划10年，就是想要这个结果。所以，从一开始你接近我，也都是为了今日。当年，韩家欠帝家一个公道，如今，何该把这个公道还给你？那谁还我一个公道？当年我替你上了山，在牢中待了10年，10年没有自由，你在外面恣意快活，10年，这10年来，我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过的什么日子你知道吗？我才是弟子缘，我才是这大晋的太子妃。我替了你10年，生不如死。现在你回来轻轻松松的说你是弟子缘，那我是谁？我是谁啊？你以为全天下都欠你的吗？你以为全天下都欠你的吗？回去吧，帝承恩。帝承恩，帝承恩，不，我不叫帝承恩，这名字是假的，我的人生也是假的，我不叫帝承恩，我是谁？我不是弟子缘，也不是帝承恩。我是谁？那我
是谁？那我是谁？那我是谁？帝子元，我终于可以叫回你的名字了。其实还是任安乐更好听。只是这一路走来，我并未做到任他清风明月，我自安康长乐，辜负了。但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，而且，你逼得韩仲远为帝家翻案，还帝家一个清白，太后也当众认罪，我们赢了。你不必太过担忧，这朝堂如今是韩氏的朝堂。英灵在上，韩业今日在此立誓，此后，在我大晋的土地上，法度必明，善恶有道，为众执据者，不必有烧手之患；为众抱薪者，不必冻死风雪之中。忠清公直之民，不必成不白之冤。韩业此生，必让万方子民见盛世景，享太平年。诸君，且乘长风好去，看我大晋山河。叩首！一叩首！诸君，且乘长风好去，看我大晋山河。二叩首！诸君，且乘长风好去，看我大晋山河。三叩首！诸君，且乘长风好去，看我大晋山河。诸君，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。俯身。山河，这里的天空比京城多了好多星星，想是帝家军的忠魂所化。
那些离去的人并没有消失，他们只是在天上看着我们。不错，炙热的灵魂永远不会消失，只会继续照亮世间彷徨的人。渊叔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？渊叔，送些吃食来。哦，来了。安乐姐比之前淡漠疏离了许多。小姐在靖南10年的性子一直便是如此，直到小姐回京重遇太子殿下，让自己成了任安乐，她才开始变得活泼开朗起来。其实太子殿下也并不是个特别温柔逢迎的人，他是大靖储君，生来尊贵威仪。这1年来，不过是因为小姐是他放在心上的人，所以才处处和悦吧。殿下和安乐姐都是那么好的人，他们互相喜欢着彼此，但如今却活得跟仇人一样。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错在殿下是大靖太子，而小姐是弟子园，这一切偏偏是他们无法选择的。就算回到10年前，让他们重新面对这一切，也是无能为力。小姐，小姐，姐，你要去哪儿？打猎，东西太难吃了。我来陪你吧。渊叔，你怎么不去啊？小姐又没叫我。真不愧是你啊！荒山野岭还能逮住2只野鸡。可惜不是在京城，如果在京城的话，我还能给你做个葫芦鸡和炖鸡汤呢。都让你包下来得了。哎，多亏有你这个傻小子在，我比来的时候开心多了。姐，你一个人背负着帝家的血债和8万阴魂的冤屈，独自走过整整10年，这种沉重我没经历过，可能不太懂。但我从小就没有亲人，我知道孤独是什么滋味。你真的很懂事，很像禁言。姐，你就当我是一家人，你能多告诉我一点关于你弟弟的事吗？禁言啊，他刚学会说话的时候，就会软软糯糯的跟在我身后。每一次他犯错了，都会拉着我的衣袖向我讨饶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什么人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子源？梅花内味，好一个心胸宽广的陛下！此事自有蹊跷，切不可妄下结论。有什么可蹊跷的？
世人皆知陛下视紫渊为眼中钉，派人刺杀他，也是意料之中。殿下安排的人最会拿捏分寸。帝子元看到这块令牌，对韩仲远的恨那是更深，与太子之间的嫌隙也就更深了。待他从青南山回来，指不定要在大境翻起怎样的腥风血雨。我的手上已经掌握了西北边境帝家旧部的名单，你即刻将帝子元遇刺之事传讯于他们。这些人本就对韩仲远积怨多年，我们要趁机煽动他们起事。殿下，高明。只是现在仍然缺少一个可以将他们集结在一起的人。殿下，经我多方探查，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帝家女的人。你一定想不到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你快说，别卖关子。正是因为世人皆知才蹊跷，因翻案一事，皇家在民间的声誉已然受损。若此时再派刺客行刺紫渊，那陛下之前所做之事的意义又在何处？他为何不在京城，便以欺君连坐之罪处死紫渊，而是要下罪己诏，迎忠魂归境？紫渊，你信我，陛下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我只信证据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方才我和刺客过招，那并不是梅花卫惯用的招式。看身形和武功，倒像是那日在宫宴上行刺陛下的人。可那日宫宴行刺的人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？是忠义侯的人。可忠义侯已经死了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既不是陛下，也不是古余年，在这京城之中还有另外一股势力想要置我于死地？有这个可能。或许他们的目的不是你，而是冲着整个大境而来。大境看似固若金汤，可在京城，天子脚下竟有势力交错。看来他们觊觎大境许久了。你是说北秦？如此看来，这个忠义侯倒是有些可怜，机关算尽，到最后才发现他只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，还白白做了个替死鬼。他活该。深秋风冷，烈酒伤身。紫渊，今后你有何打算？若你是想回到大理寺，我可以。辞官，回荆南。回荆南。也对。也好，等此间事了，你确实应该回到荆南，毕竟那里是你的家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原本以为你会愿意继续回到大理寺，和黄埔一起查案，或者是去到刑部，协助骆明熙。若你都不愿意的话，你觉得我会留在京城？我希望你能留在京城。
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了。毕竟京城对于你来说，不是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。子渊，我会向陛下请旨，免征靖南3年赋税。等你回到那里，便可带着靖南的百姓，一起重现昔日光景。那我便替着靖南的百姓，感谢太子的大恩大德。但这并不是对他们的恩惠，而是一种补偿。可是即便如此，这些补偿也不能弥补他们失去至亲的痛苦。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不必介怀。我只是希望不会再发生当年那般事情。你也要记得你在青南山下的誓言。你说过你会做一个正直清明、一心为百姓的太子，如此才能付得起8万忠魂。绝不敢忘。那我便可以放心的回靖南了。子渊，那年我在苍山之上说过的话不曾更改。安乐，我能遇见，也会陪我创下大晋盛世。所以我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若你愿意。我不愿。话说自青南山归京，任安乐与太子竟一路无话。想他当初3万水师求聘，眉杨目展，连破重案擒贼，知本莫从。谁不想他留在韩烨身边，或为太子妃，或为古功臣，佳话常流传。哎，帝家终得昭雪，只是那任安乐，哦不，该叫他帝子元了。他眼下又该何去何从呢？至诏帝家军，深植忠孝，与朕谋莫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斩将破军，平定西北，功效尤著。帝大人，陛下让老奴传句话。朕与永宁情同手足，却不想事事弄人。帝子元，朕对不住他。帝大人，陛下还有一件事，托老奴代他一问。陛下问，8万阴魂荣归京城，朕也恢复了帝家的名誉，你心中是否已然释怀？并未。我不愿欺瞒陛下，我心中从未放下。但是我已经不会再恨了。毕竟帝家之事已经尘埃落定，纵然有再多的恨，我无法再挽回家父，还有青南山下8万将士的性命。我只祈愿这天下太平，万物苍生，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悲剧。好，老奴这边去回复陛下。有劳赵公公。父亲，我做到了。
今日总算是结束了。不过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，是认真的吗？你说的是不再记恨韩仲远那句话？你真的决定了？是啊。此次前来，我就是为帝家翻案。等此事了了，我就并无其他之意了。可你看着韩氏天下腐败不堪，民不聊生，你就真的放心把天下交给韩家？我相信的是韩烨，他定然会和韩仲远不同。你就那么相信韩烨？是，我相信他，他会缔造出一个清平盛世。可即便如此，如今北秦对大晋虎视眈眈，他想要太平盛世也没那么容易。如若他应付不来，你还……情况如何？贾刺客的事情已经败露了，他没有上当，要启用另一个棋子了。什么情况？好像有老鼠，老鼠！哎，过来！是我。袁硕，云舒，你力气也太大了吧！我以为是老鼠呢，那当然要一击毙命了。你怎么鬼鬼祟祟的，不走正门啊？我怕你们不欢迎我。啊？殿下和安乐姐现在一副永不相见的模样，我怕你们也这么对我。谁说的？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没被院叔打残吧？我身强力壮，他不是我对手。安乐姐，你真的要回荆南吗？嗯，你都听说了。我舍不得你们，你能不能不走，留在京城？这京城之中，已经没有什么理由能让我留下来了。殿下呢？那为了殿下，你能不能……小姐，太晚了，您回去睡，我俩陪她。嗯，别太欺负她，好好聊聊。好。以后再敢提殿下两个字，我饶不了你。你们都要走了，还有什么以后啊？你是舍不得我们家小姐啊，还是舍不得我们家苑琴啊？都舍不得。我很害怕分开以后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我看你大半夜的过来，可不是为了说这些的。看看这个，这是古云年背后的另外一股势力，我查到的全部线索。竟然是他，左相。我也没想到，他的势力竟然发展得如此强大。相爷，果然守时啊！如今大晋朝堂之上暗流涌动，我总疑心左相。子元此前怀疑的还真没错。之前我们都是盯着古云年打，却忽略了他。但他是否与北秦勾结，我还没有证据，需要你深入调查。多谢你，罗明熙。你不用谢我，这是我职责所在。罗明熙，你我之间如果没有……应该能成为最好的君臣。这世间本来就没有如果。还有，过阵子我就要回靖南了。你要是真想谢我的话，就给我准备2盒上好的蜜饯。这可是我一番心血，别浪费了。你放心，案子我会继续查下去的。蜜饯，拿西山白鹿来换。苑姐，你手艺也太好了吧！哎，火可是我烧的。火候也不错。唉，怎么了？你不够吗？还有呢。不是，我只是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事了。我从小在五柳街长大，是钟娘带着我。小时候很少吃饱饭，有一次我饿着肚子，生了场大病，醒了以后，之前的什么事都记不清了，记不清父母，也记不清家在何处，更记不清自己的名讳。后来呢？你是如何遇到太子殿下的？我记得有一日，我和其他几个乞儿一起去庙会上玩，回来的时候发现太子殿下一个人在东郊的破庙里。我看见他穿着华贵，便想着从他身上偷些银子，却不料被他发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殿下便问我：“你为何偷盗？”我说家中缺银，想帮着长辈们养活一众幼小。我当时以为殿下肯定会带着我去报官，没想到他却对我说，他要日后为我找个先生，让我好好读书，将来才好有出息。殿下这般说，你们太子殿下心肠这么好呀？可正当我们要离开破庙时，突然来了一群恶棍，他们看着殿下年纪尚小，却穿着华贵，便心生歹意。好在殿下身手不错，打伤了他们的头领，但那些人便发了狠，提刀弄剑朝我刺来。殿下为了保护我，替我挡下了那一剑。不对啊！可是人都说是你救了太子殿下，所以才进入太子府的呀。当时的情况是，殿下一定要我守在破庙，等着找他的人出现。殿下的禁卫军若是看到你一直守在他身边，全天下便会以为是你救太子殿下一命，他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你带进太子府。温硕，
你小子命可真好。是啊，殿下始终待我如兄如父，我觉得自己能遇上他，也是三生有幸。我跟苑晴遇见小姐，那也是三生有幸。不过遇到你嘛，可就有点倒霉。我堂堂温小公子，遇到你这种粗俗的女人，也算我倒霉。你说谁呢？说的就是你。好啦，往事也讲完了，告别也告别完了，你回去吧。哦，这就赶我走啊？快点走吧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别打扰我跟苑晴睡觉。夜深了，回去吧。好吧。相爷，相爷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就动手吧，省得夜长梦多。是。什么人？住手！是谁帮了我？我这是在哪？别弄出声音，否则就杀了你。前几日，散落在西北城池的帝家旧部，纷纷收到传讯，说帝大人在迎忠魂回京的路上遭遇梅花内卫的刺杀。看来这刺杀的醉翁之意不在朝堂，在于山洞利用帝家旧部。看来，帝小姐想要回靖南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。她身为帝家的后人，如今的帝家之主，她本就不该回去。而且帝家军绝对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所以，大人要留在京中处理的事情是，我要帮子元重振帝家军，然后再把帝家军交还到他手中。当然还有铲除那些觊觎帝家军的人。骆大人，不好了！骆大人，太子殿下要当街杀了左相，大人您快去看看吧。这是江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殿下这是作甚？江玉，放人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殿下，不知道啊。何必这么步步紧逼呢？只要您点头答应，便是皆大欢喜呀。皆大欢喜？相爷是想让我随您一起叛国吗？啊？殿下。你可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何止是叛国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放人！
韩烨，你是怕我见到陛下说出真相吧？我现在改变主意，我不仅要见到陛下说出真相，我还要当着这天下百姓的面说出真相。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我乃当朝左相，即便你是太子，又岂能全身而退？韩烨，我告诉你，若要回我，我必让帝家陪葬。能被你拉下地狱的，唯我一人而已。小姐，可以出。他杀了左相，现被关进了刑部大牢。啊！逆子，当街行凶，大大包天，还不肯开口。好，那就让他在大牢里继续蹲着，让骆明熙继续审，上刑具审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太子殿下身娇肉贵，从小千人敬万人供的，这哪能在牢里得囚犯对待？他还知道自己是一国的太子，他不是大街上杀猪宰羊的屠夫，在百姓面前杀了一国宰辅，简直是罔顾国法，胡闹！哎呦，哎呦，陛下，陛下！我当众杀人，全城的百姓都是证人。骆大人不必为难，公事公办即可。你不会无缘无故杀人，更何况是左相。为什么？而且你手里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置他于死地。交给大理寺处理就好了，又何必当众动手啊？海燕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能对我说？古云年自尽后，他营下大军竟无半点声响，这其中定然有人在暗中操纵。殿下。你说的事，与我有何干系？我与古云年可无。你是与他不同，但你的野心早在他之前。你为何要帮助帝承恩？如今又为何要绑走温硕？殿下，你既然提到温硕，那臣有句话，就不得不说了。帝家冤案昭雪之后，陛下对帝子元已是不满之极，她一介孤女，陛下还能忍。倘若
陛下知道帝家之子帝晋言还在世，且在太子身边养着，结果又会如何呀？江云，你敢！你倒是说呀！现在陛下命我彻查此事，你不跟我说实话，我怎么救你出去？你若是想救我，温硕那儿有一样东西，或许有用，你可以去找找看。好，那你等着我，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母后，以后您就安心礼佛，外面的事情您就不要再过问了。儿子也会自尽于太庙，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母后，您不用忧心。堂堂大晋国的君主，竟然被帝家一个丫头逼迫至此吗？并不算逼迫。如果不如此做，儿子便无法统御民心，更无法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呀！你不是也是帝家唯眼中钉吗？这10年来，你能稳坐皇位，是因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哀家当年，皇帝，这天下是我们韩家的，卧榻之下，岂能容忍8万帝家军在旁酣睡？你与帝永宁有手足之情，我知你必定心软，不会动手，所以哀家才帮你一把。母亲，朕知道您是好意，但是您的好意却酿成了大祸呀！哀家只是不放心。不放心？母亲，这么多年来，朕的皇位从来都坐得不安稳，但即便如此，这皇位还是您的儿子在坐。母亲，
难道您认为儿子没法自己解决帝永宁和他的8万帝家军吗？还是您跟父亲一样，都认为你们这个儿子不如帝永宁？不是这样，哀家从未如此想过。母亲，此事您不用再管。朕自己会处理。皇祖母，安宁在此向您谢罪，请皇祖母保重身体。安宁不孝。建安侯府比往日更显气清了。毕竟改做了刑部大牢。帝家既已喜悦，明日我便向陛下请旨，改迁刑狱，重修侯府。子元，太祖有遗旨，封你为太子妃。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。先皇许我太子妃之位，可问过我是否愿意。今上留我太子妃之位，又问过我是否愿意。又如何呢？反正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。太后娘娘。
我求你不要夺走仲远的太子之位，也不要夺走韩子安。你真是想太多了。来，先喝杯茶吧。我愿意以孙家举家之产来弥补帝氏一族的损失，只要你肯离开这里。皇位、天下，于我来说，与这杯茶无异，不然我也不会将半壁江山拱手相让。而我所图的，就只有天下安康。不日，我将会离开京城，回晋南去。无论是储君还是韩子安，你都可以放心。你食言了。他离世时，不是哀家，也不是皇帝陪着他，而是你。世人称颂帝家家主仁义无双，可又有谁知道我这个嫡妻是如何熬过被冷落的这些年？地胜天，有些事我们要好好的算一算。给哀家更衣。是。有些话我必须问清楚，否则哀家死了也不得安生。哀家才是这大晋尊荣无上的皇太后。恭喜小姐沉冤得雪，洗刷冤屈。是啊，如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小姐，这大仇已报，你为何看起来不开心啊？大仇已报，了却心事。可是我却不知该何去何从了。这10年走来，我已经被复仇弄得面目全非。小姐，为何不去找家主？上次你坠落花园山，家主现身去找你了。姑祖母多年来避世隐居，连我都不知道她还活着。想必她定是自有主意，我就不去打扰她了。这一路格外艰辛，不过过去的事儿就不必再想了。以后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我们也是。来，今晚不醉不归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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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玉君，我是个善恶分明、有仇必报的人。你手上沾满了我帝家人的鲜血，你若再往前一步，我必让你血溅当场。当年事发之时，你隐居室外，不问红尘，天下人都以为你死了。如今黄土白骨，你才来找哀家算账。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当年
我对韩子安做了承诺，答应他不踏进京城一步。我既然答应了他，我就要守诺。守诺？你帝圣天也配说承诺二字？你几时守过承诺？当年你明明答应我，你会离开先帝，可最后你还是跟他走在了一起。金銮殿是你陪他议政的地方，御书房是你陪他批阅奏折的地方，到最后你们两个干脆一起搬进了梅花小筑，还带着我的儿子。整个大晋国，我只有一处他从不踏入的静心堂，这就是你说的守诺。就因为这样，你就要毁了我帝家，屠杀大晋8万子民，最终让帝韩两家结下了血海深仇。这么做，你对得起韩子安吗？我如何对不起他？我为他耗尽一生，而他呢？他又为我做了什么？韩子安为了你们母子倾其一生，他为你留下了一个安定的大晋。大晋开国第2年，韩子安便活不了了。那时，我已做好准备回晋南。临别时，我去向他告辞，却发现他晕倒在御书房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他的命只能活3个月了。大晋建国之初，北侵、东迁，虎视眈眈，他不能死。我只好留下来，费尽心血，竭尽全力护住他的心脉，让他多活了3年。不可能！你说谎！此事我没必要骗你。他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？我可是他的妻子，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？如果连你都骗不过，又如何骗各路诸侯、各国刺客？帝圣天，韩子安，你们是不是都把哀家当成傻子一般看待？不与你说，是因为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根本没有必要瞒着我，因为我是他的妻子。你们告诉我又能如何？我只会阻止你救他，还是会把此事公之于众，让晋国大乱？你们两个是那么的高高在上，才会把别人都想得如此愚蠢。你一直都说，你与韩子安不过是惺惺相惜，相交莫逆，可这番话，普天之下又有谁能相信？随别人怎么想，我自问心无愧。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，简直让我恶心。我不想再与你和韩子安有任何瓜葛。如今你容貌依旧，想来100年之后还能跟他再续前缘。与你超然物外不同，你对自己的子孙不管不问，我
假传圣旨，害死8万将士，这笔孽债我自己来背。虽则如此，可我并不后悔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聪明，又岂会不明白？我他之策，岂容他人酣睡之理？如果我真在意那个位子，我又何必将半壁江山拱手相让？孙于君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哼，你自负一生，愈智愈雄。须知你帝家雄霸一方，总有一日会山河分裂。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。为了我的儿子，为了整个大晋国，为了天下安稳，我至死不悔。殿下，该歇息了。殿下，有些事情不是您能左右的。任大人也是。他如今是帝子元，是。帝大人也是，终究同你有几分情谊，怎么能挑这一天呢？原本就是韩家亏欠帝家，他想做什么，不必顾及我的情面。总之，今日之后，我们互不相欠。但往日的情谊也到此为止了。文说，但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更与你和他之间的情谊无关。你既觉得他亲切，他也把你当作亲弟弟一样看待。日后你们2人可以多多来往，他看到你会开心的。是个原本放下信访的好机会。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大义灭亲，匡扶公理，我从未见过哪国的公主如您一般勇敢。我只是在为我10年前的懦弱全力赎罪罢了。可是我更对不起皇祖母。小时候，她待我那样的好。于太后而言，她再也不用向任何人有所欺瞒了，也算是解脱了呀。将军，您近日太过劳身，不如将公务交给属下。
大人，您别喝太多了。这天气寒凉，酒却浓烈，一冷一热，您的身体受不了的。10年了，这10年，我苦心孤诣，10年蛰伏，终于替帝家讨回了公道。林老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10年没这么开心了。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去说吧。我真的没事儿。这10年了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叫她紫苑了。那个京城最恣意洒脱的女子，我亲手把她带回来了。帝小姐回来了，可您呢？您自幼体弱，若不悉心调养，寿命难长。可这10年来，您为助帝小姐复仇，何曾给过自己一丝喘息的时间？就算我油尽灯枯又如何？我这一辈子就是为紫苑而活的。帝紫苑，这里就是你的家吗？10年了，不管我学的有多像，终究还是没能成为你。如果这一切注定不属于我，何必让我有那一瞬间的错觉？我们回家吧。你看，你都淋湿了。该回去了。你走开！我不是帝紫苑，别过来！你说过，最需要带下山的是我。刚入京的时候，我劝你京城险阻，不可久居。你说，是我们要长长久久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。我想永远陪在你的身边。我说过，
我会用我的生命换你余生无恙。如今我未死，你的余生还未过完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我已经不是弟子园了，我只是一个乞丐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还有我，你不是什么乞丐，也不是什么弟子园，你是我穆青一生想要守护的人。你看，你送我的剑穗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你说过，你为我编织剑穗时的心意都是真的，我都记得。我那都是诓你的话，真情也好，假意也罢，你说的话，我都信。小姐在想什么呢？今天是第几天了？明日便是陛下允诺我们的第3日了。小姐等了10年的答复，终于要来了。陛下他不会糊弄咱们吧？
刚才一共敲了多少声钟？60。太后才过完60大寿。小姐，难道是太后轰了？帝家的冤案昭雪了，可你仍然是大晋的皇帝。韩中原，输的是帝家，是帝胜天，是帝子元。你赢了，哀家也赢了。帝胜天以为哀家这辈子最记挂、最上心的是先帝，以为哀家灭了帝家也是为了先帝，都不是。哀家是为了你，我唯一的儿子。哀家是为了你能君临天下，做个人人敬仰的好皇帝。哀家做的事，哀家自会负责，不会让你为难。这大晋的天下，虽说是帝韩联手打下的，但到底是我们韩家在治理。于大晋子民而言，我们问心无愧。哀家先走一步，莫要牵挂。儿子，谨遵母后的教诲。殿下，西北边境帝家旧部现在的情况如何？目前正在召集之中。只是帝承恩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必然不能再用了。不过，这个消息一时半会儿传不到边境，我们现在应该趁这个机会，
利用帝家旧部，把那几座城池都策反过来。这是从西北发来的最新情报，里面记录了青南城最新的防守布局以及人员调动。看来殿下已将安宁公主完全的拿捏了。殿下，北秦那边有传信来，若我们掌握了西北的大部分情报，为王生变，还是早日将安宁公主。不必杀她。我是说，从现在的情况看，她活着的价值更大。毕竟兵权还掌握在她手上，而且她又常年驻守在青南城，一直颇有威名。你让那边放心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我会利用她，拿下青南城。殿下在大殿上守灵3日，不吃不喝，也未曾合眼歇息过，身子想必累坏了吧？为皇祖母亲孝道，是我身为太子的本分。殿下，我最近学了几个新菜式，有红豆鳝粥、宫爆野兔，还有个醋溜鱼片。说起来，这个红豆……你倒是什么都爱琢磨，除了读书。这不是殿下需要吗？我在做菜上面可有天赋了，什么菜都是一学就会。就是安乐姐最喜欢吃的那道江南殿下，你还怨安乐姐吗？结局早在10年前便已注定，与她无关。安乐姐，安乐姐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是太子殿下让你来问小姐的近况。现在无人敢在殿下面前提起安乐姐，是我自己想知道。毕竟姐她对我那么好，如今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一切都天翻地覆，我很担心她。她很好，也很惦记你。那就好。只不过，现在看着他们陌生疏离的样子，我很难过。发生这么多事，他们也再回不到从前了。天气寒凉，还望太子殿下可以保重身体。有劳狄大人关心。狄大人如今还能对我这般客气，我很宽慰。从靖难出狱到京城重逢，你靠近我的每一步都处心积虑。我虽知晓你别有用心，却因为相信你，所以从不深究。太子殿下对紫渊的认可还有照拂，紫渊很感激。走到今日，你若是觉得我这颗棋子用的还算趁手的话，不妨对我坦诚一次。你如今还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？我在等一个人道歉。若他不肯放弃自己95至尊的骄傲，那么帝家满门被冤杀的真相就无法昭告于天下，8万将士仍不瞑目，永不安息。紫渊，对不起，这
这句道歉，我也欠了你10年。太子殿下，我想要的道歉，我自会向陛下去取。当年皇祖母的所作所为，陛下并不知情。这若非是陛下的心意，为何帝家连为自己辩白的机会都没有？就连我的父亲堂堂晋安侯，纵是自尽都无法保全帝家满门。满朝文武10年之间，无一人为他辩解。当年太子殿下保全紫渊，紫渊很感激。只是太子殿下却因此而触犯陛下的逆鳞，想必其中的缘由，太子殿下心里应该也很清楚。当年帝家满门，只剩下紫渊一人，想必我的痛楚，如今太子殿下心里应该很明了。紫渊，你不是一个人。你不是一直都与温硕投缘吗？他也很喜欢你，你大可把他当做你的亲弟弟，有他陪着你，你兴许会开心许多。以后我可能也不能常来仁府了。殿下心情不好，我得多陪陪他。而且，他当年对我有恩，我不忍心见他难过。坊间传闻，当年不是你救的太子殿下吗？小姐，其实，小姐，小姐怎么这副神情啊？是不是太子殿下欺负你了？既然该说的咱们都说了，以后不见他便是。10年仇怨，只是寥寥数语便能讲清的。但殿下一向明白事理，小姐，等他静下心来，会慢慢理解你的无奈。我最难过的是，我们只能站在彼此的对立面，以后再也无法一起并肩前行了。安乐姐，安乐姐，好久不见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怎么连你这个傻小子都变得扭扭捏捏了？姐，你来都来了，怎么不在咱府上多坐一会儿？我最近学了做菜，可以给你露2手。那你就正好可以去我们仁府当厨子了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带上殿下一起吗？你现在虽然是弟子园，和殿下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，但你永远都是我的安乐姐，这一点不会变的。如果金爷还活着的话，应该也跟你一般大了。你也是我的亲弟弟，以后没事就来仁府玩。如果你喜欢哪个姑娘，记得告诉我，姐姐帮你。好。你们府上太冷了，多烧些炭火。太子殿下现在身体怕寒。明白了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街口铺子的折云膏，属下一直守在那儿，刚出楼就给您买来了。我这府邸明明清闲雅静，你偏偏想着法子出门闲逛。属下笨拙，除了送吃食，还想不到别的方法可以讨将军开心。折云膏果然名不虚传，也是时候打起精神了。将军，西北边境可是传来了什么新的消息？也没什么大事情，只是北秦人劫掠居民的案件在边境城池频发。确实是啊，今年的冬季格外寒冷，北秦雪灾严重，土地寸草不生，连牛和羊都饿死了。北秦人为了维系生存，只好南下掠夺了。最近发生的案件，也让大晋人心惶惶，对西北的边防松懈了许多。我怕北秦人会趁机起兵作乱。将军，这是要加固城防？不错，边陲之术，用宝封疆。目前的西北边防仍有很多缺口，难以保障青南和均县这两个军事重镇的安全。我要进屋写文书，立即发往西北。是。笼络西北帝家旧部的事，你可有何对策？帝子元从逆来顺受的帝承恩，变成了桀骜不驯的任安乐，事情比以前棘手得多呀。如今太后薨逝，大晋朝堂动荡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西北的城防一旦得到加固，我们之前的谋划都将付之东流。你若是敢耽误了我的计划，可是万死难辞其咎。殿下，我跟你说过，做事莫急，眼下时机未到。韩仲远，他这个皇位稳坐了10年了，不是一桩帝家旧案就能动摇得了的。我们要让这把火烧得更大。你的首要任务是助我控兵西北，不是扰乱朝堂。那既然如此，殿下为何不直接起兵，携安宁以号令军队，再一把将他杀掉？届时西北群龙无首，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他若不屈，此举冒险。安宁不能杀，帝家的旧部又一时无法笼络，大乱大晋的朝局，是你我的当务之急呀。安宁可以不杀，但有一个人非死不可。你要杀任安乐？他可是帝家唯一的后人，为人诡计多端，若不能为我们所用，必须及时除掉，借韩仲远之手把他杀了，既能掀起民愤，又能永绝后患。他先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打了韩仲远一个响亮的耳光，如今又逼死了太后。10年前的旧案，即便是翻了过来，那也改变不了岱山上的人不是任安乐的事实，这就犯了欺君大罪。帝小姐虽生于山寨之间，但是刚正不阿，正骨犹存。至于韩家嘛，虽有太子殿下贤明在外，但是架不住皇室一团污糟啊。这位帝小姐年纪轻轻，盛名以天下皆知。要我看，她比那传闻中的帝胜天不遑多让吧。看来大晋将有第2个帝胜天，第2个传奇了。陛下向来孝顺太后，若不是太后自裁，此事还不知要如何处置。
这等丧尽天良的丑事，若给不出满意的答复，如今如大人所愿，帝小姐尽收民心，您还有何忧心呢？这些言辞激愤的书生，是何时开始在这聚集的？这些人都是生面孔，在此出现，正是太后薨逝第2日。好一个帝子元，好一个第2个传奇！陛下息怒，都是一些无知百姓的胡言乱语，您千万不可当真呐！陛下，您大可放心，如今太子暂代早朝，诸事处置稳妥。稳妥？是朕失算了，是朕这10年来自以为将这皇位坐稳了。陛下，这10年来，大晋在您的治理下盛世太平，只不过是一时的风言风语，天下哪有什么能撼动您的天子之位啊？有，偏偏还真的有这么个人。这10多年来，朕处处被他裹挟着，让朕处处被动。陛下说的是他，可就算在帝家覆灭之时，他也不曾来过京城啊。或许他已经死了。他才不会这么容易死。他不现身，却让他的侄孙女天天在朕的面前兴风作浪，如此飞扬跋扈。如此下去，难免他不会一语成谶，成为第2个帝圣天。这天下不该有任何人再将手伸向朕的皇位了。大人，陛下召您前去，难道是为了帝小姐之事？可是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？帝家可以翻案，也可以洗脱冤屈，但当众将此事揭出来，让韩仲远难堪，这是他不能容忍的。太后寿宴上，天子之怒尚可隐忍，可太后一去，就必须得有人承受着雷霆震怒。那您这一去，哪还有活路？子元不能有事。如今只有我能替他扛下这一切。大人，琳琅，你不必劝我，我心意已决。我一直觉得你比所有人都了解我。琳琅明白了。那，如若我此去不回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大人走后，琳琅会让林香楼暂时闭门谢业。若大人一去不还，琳琅会将千月阁所有的势力一并交予帝小姐。很好。大人，小姐，你满盘落子，杀伐毕露。我年岁又不大，
总不能像寺庙里的老住持一样无欲无求吧？凡人总是难逃贪嗔痴念。不过小姐若是对殿下还有情意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我跟他之间，只要他一日是大晋的储君，那他脚下便会踩着地下军8万人的尸骨。我不再是由太祖赐婚的太子妃，而是将他祖母逼上绝路的仇人。我于他而言，恨比爱更深。小姐，你于复仇中10年禁饮，现下打算如何收心啊？还不至于要到收心的地步。去凌香楼找骆明熙吧，是时候安排下一步棋了。好。哎，这凌香楼怎么大白天的闭门谢客呀？是啊，哎，昨儿个我还打听了今天的曲目呢。哎，你们听，是不是有乐声？骆明熙，当年你归顺是假，为的就是方便行事，助他在今日翻案，是不是？当年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是如何将帝子元和帝承恩调包的？回禀陛下，帝家与骆家相交甚好，臣自幼与帝子元一同长大，德清安侯吩咐要照顾好他，所以当年事发之时，臣才私自做出了调包的决定，为的是保全帝家最后一丝血脉。你对帝家还真是赤胆忠心。不过当年你只有10几岁大，说吧，还有何人是你的同谋？并无同谋。哎，快听，这曲子是……哎，这怎么好像是《清吹令》啊？这是琳琅姑娘当年名震京城的曲目啊。这曲《清吹令》，我昔日也曾听过，却不像今日这般凄楚悱恻，甚至还有一丝诀别之意。没错，太好听了。骆明熙出事了。骆明熙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臣并无隐瞒，臣愿领死罪。陛下，当年之事确是我一人所为，请陛下降罪。好，来人，将骆明熙押至刑部大牢，革其刑部尚书之职，彻查其当年同党。是。咱们这骆大人看起来冷酷无情，可是他这心里却惦记着咱们的小琳琅。以后没有我的同意，断不可擅自行动。帝承恩死便死吧，他的命值得用你的命来换吗？琳琅，
你要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。如今只有我能替他扛下这一切。林朗，你不必劝我，我心意已决。这长丝花生于境南，生性微寒。我多次栽种，都未能让它发芽。大人，长丝花发芽了。林朗，还是你心灵手巧。殿下，你快别一个人下棋了，快尝尝我刚做的梅花烙，新学的。你若是将研究这些的心思放在研究书本上，殿下，陛下下旨将骆大人关进刑部大牢。怎么会？骆明熙当年用一个棋儿换下紫渊，无论做得如何小心谨慎，只要帝家翻案，紫渊当众自证身份，这件事情就再也无法隐藏。这是确确实实的欺君之罪啊！他为了保下紫渊，竟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回禀殿下，民间对此事不会有异议。这应该是有人想趁机兴风作浪，搅乱朝局。不对啊，殿下，既然帝家冤案已然昭雪，那也证明了当年叛国之事是被他人陷害。那安乐姐就不是罪臣孤女，那代山囚禁一事，也更算不得是欺君吧？殿下，我是又说错什么了吗？你说的对，想要救下骆明熙，就一定要在此事上做文章。既然帝家已经洗清冤屈，那他当年及现在所做之事，就只是在守护忠良。殿下，这里头有些脏，您可得注意脚下。你们竟然用酷刑！是，他毕竟是欺君之罪啊。下去。是。殿下身份尊贵，何必来这等阿杂地方？对不住。想我从小锦衣玉食，就算帝家出事之时，我也能明哲保身。谁能想到年纪轻轻，一把骨头就老了？忍着点儿。殿下何必多此一举，将太医院上好的伤药浪费在臣身上？空了。
你总是比我更能护他周全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在众人面前公开他的真实身份，省下了不少麻烦。还好，你和陛下不一样，不像他一样背信弃义、出尔反尔。是我没能保护好紫渊。10年前是，10年后亦是。你现在可是一国的储君，哪能天天想着儿女情长的事儿？这若让陛下知道了，又该龙颜震怒了。罗明熙，我知道你主动入狱是为了保全紫渊，但此事已经不是帝家之事，而是晋国之事。刑部尚书因欺君之罪入狱，这里面非同小可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如果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紫渊，更是为了稳定时局。我欺君之罪已然坐实，纵然你是太子，又能如何？帝家已经不是叛国乱臣，紫渊也已经不是罪臣孤女，何来岱山囚禁一说？太子果然是太子。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，先走一步。我会想办法送些更好的药进来，您务必保重。我已和里面的衙役打好招呼，你进去探视，他们不会阻拦。多谢。他在里面的境遇不是很好，若是见到你，应该会比见到我要欢喜一些。不管是谁被关在牢狱之中，应该都不会欢喜吧？陛下此举确实不妥，我会想办法尽力周旋。但此事并非表面这般简单。还不够简单清楚吗？陛下要的不过就是秋后算账罢了。你不用急着替他道歉，我们2人要的从来都不是你的道歉。紫渊，你虽怨我，却始终相信我，难道不是吗？是。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将那把折扇交付于你。那你就再信我一次，我一定会把骆明熙救出来，也会还你们应有的公道。好。紫渊，你送给我那把折扇上的诗，不提末尾之词，只提开篇情意，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？真相还未昭告于天下，你我之间就不必谈情义了吧？
也不知道开心什么。我这生来就是帝家的人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我做什么都无怨无悔，不用太在意我。你看这刑部，大部分刑具都是我设计的，我自然知道怎么少吃点苦。你不要不信，你看，我来之前还带了上好的上药。明熙哥哥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如今朝野上下所有人都盯着韩仲元，他现在也想除掉你身边所有的人。此时我站出来，他自然不会放过我。你不必在意我，你自己站稳脚跟才最重要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打算一直在这儿了？你要死在这儿啊？你疯了是不是？不要意气用事。这10年来，你我之间一直彼此照应，其他事情对我来说不重要，但我不能放弃你。话说陛下得知10年前乃是骆明熙偷天换日保下弟子园，当朝震怒，喝令将他扒下官服送入死牢。可这么一来，却是令得恶徒窃喜，贪官庆幸。况且诸位，我有疑问：若无骆明熙一举，又何来任安乐为帝家8万冤魂翻案呢？骆明熙守护忠良，究竟何罪之有？我大靖如今立志清明，乃是不讳之朝，又岂能坐视此等不公之事再度发生？陛下想必只是一时气糊涂了。对，陛下既然能擒忠义侯，翻帝家案，也必会倾听我们民间的声音。小姐，在想什么呢？来吃点橙子吧。重阳门前的人还没散吗？是，百姓们怒不能平。纵然太后已逝，嘉昌帝却从未下过圣旨问罪，还关押了骆大人，如此不明不白的，算是怎么回事？大家都在替您叫冤呢。重阳门外跪着的士子越来越多，百姓们情绪高涨，这样下去恐会出乱子。我已经嘱托黄埔带人多加看顾，他仗义而有度，应该不会出什么特别大的乱子。当今圣上再不表态，可真的要众叛亲离了。他当了10几年的皇帝，哪有这么容易动摇？不行，我不能再等。今日之内，帝家之事必须得有个了解。给陛下请安。你一心向着帝家，早忘了自己姓什么，还惦记着朕安还是不安吗？臣从未忘记，自己是大靖太子。起来吧。修身做人，大治天下，帝皇之信不可失。臣身为大靖储君，
唯有直言正论，但不孝之罪，还请陛下责罚。你是为了那骆明熙向朕求情吧？是。骆明熙被关在牢中，身受重刑，命悬一线。依臣之见，是时候放了。朕不放又如何？陛下将他押在牢中，至今并未处死，便是有意要放。况且，陛下心中自然明了，骆明熙当年所做之事，如今看来并非欺君，而是在守护忠良。他此番作为，更是替我们韩家保全了颜面，不至于太过愧对靖安侯。臣已明白，陛下心中郁结难舒，才会迟迟不放人。所以，臣为君分忧，斗胆进言，请陛下放了骆明熙。你倒是会做人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要奏。讲吧。重阳门外，那些为帝家请命的世子，仍在跪着。他们还想闹到何时？他们这些人听了些谣言，便觉得能臧否是非，在这里指点江山了。陛下息怒，臣恭贺陛下。朕的朝廷已经天翻地覆了，你居然还在这里恭贺朕？8万将士惨死，帝家满门忠良沉冤10年，这些确实是因为韩家的一己私欲才酿成的悲剧。这些世子既然肯请命，那便是表明他们相信大晋，亦相信陛下会以身作表，还帝家一个清白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